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ohn。在冰岛的蜜月旅行可有多 chill 呢？还好前一天晚上有揪温蒂看极光，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上一趴。这一趴我们要去这趟旅行的最东边。如果你在评估冬季冰岛、极光以及伦敦的话，参考下我的影片，相信会对你有些帮助哦。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还不错，欢迎按赞分享，更重要的是订阅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下一支影片哦。那我们一起看看冰岛的天空之镜吧。悠哉的起床，吃过早餐之后，跟大叔一起去饭店附近的瀑布拍照。今天会前往这趟旅行的最东边 Hoven， 沿途会经过前一天的钻石沙滩以及冰河湖，离开满满设计感的饭店，搭乘巴士到中午的餐厅品尝羊肉丸子。再一次来到满地钻石的沙滩，这里没有咸咸的海风，但是有闪闪发亮的钻石。可惜的是，这些钻石会随着温度升高而消失。不然满地的钻石随便捡，想想就兴奋。与前一天不同的是，沙滩上的冰块似乎更多了，远方也有大大小小的冰块。挑选一颗透着 Tiffany 蓝的钻石，静静地听着海浪拍打，非常的 chill。挑选一颗你最喜欢的钻石，按下快门吧。接着来到对面的接骨沙龙冰河湖，跟昨天比起来，冰块变得更加透蓝。影片前面的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，喜欢拍这些美丽的瞬间，常常找没有人的地方拍照呢？温馨提示您，要多拍点有人的照片。Happy wife, happy life。猜猜看，今天我们还发现了什么呢？在一个下雪的傍晚，地点是冰岛赫芬，在路边有一个少女，她在干嘛呢？原来很少有机会看到雪的我们，想确认雪真的是六边形。在这里真的很放松，看看天上偶尔飞过的飞机，悠闲的散步在小镇，一起感染快乐的。朝着港湾方向散步在小镇，沿着海边返回，岸边都是整理过的步道。刚好发现了一张长椅，你看，在长椅上面看着远方，真的很 chillax。今天的晚餐是饭店准备的浓汤以及鸡肉佐蘑菇白酱。入睡前再看一眼这令人放松的小镇。第七天，我们要去这趟旅行的最东边看看蝙蝠山，然后折返回首都。回程的路上会体验一下冰岛马的骑行。从昨天抵达之后，就发现赫芬这边好像比较多雪。当看到这两个木雕的时候，就差不多是入口处了。山的形状酷似张开双翼的蝙蝠，所以又叫蝙蝠山。这里的海浪拍打上来的不是滔滔的白浪，更像是一层层的薄冰，对比平常看到汹涌的浪花，感觉有点不一样。这里山景真的很棒，有辨识度高的山体，在对的光线跟时间搭配缓慢退去的潮水，你将解锁一幅美丽的倒影。随着太阳升到更高的位置，阳光开始为大地染上金灿灿的颜色，蝙蝠的翅膀也慢慢的被镀上了一层金。我觉得大叔形容的非常好，他说沙滩上一座座的小沙丘，就像冒着头的小精灵，此起彼落的眺望着蝙蝠山。那么影片前面的你，喜欢蓝蝙蝠还是金蝙蝠呢？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分享哦。接着要辛苦的拉车返回维克吃午餐，回程的路上好像是在复习这几天的一切，有远方壮阔的冰川，被冰河切割过的山峰，接骨沙龙的冰河湖，到处结冰，感觉走在上面会滑倒的薄冰，偶尔点缀在公路上的红顶矮房，以及慕名圈养的马匹。我跟温蒂非常开心可以参加这趟旅行，我们运气很好，遇到非常 nice 的团员们，努力的帮我们拍蜜月照。衷心的感谢杰瑞大叔跟默默姐的安排，还有导游苏苏的详细解说。除此之外，也非常感谢这趟旅程的司机 Thomas， 让我们这么 chill 的到处拍照。
在 Vic 吃过午饭后，我们来到了马场。你也跟我一样觉得冰岛马很可爱吗？一开始到冰岛的时候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那么多冰箱贴都会有马的照片，而且头发都好长，挡住了眼睛，都会想知道你看得到路吗？不然就是浮夸的歪嘴照片。我抬起来，我抬起来。吓一跳！安全起见，没办法在骑马的时候拍照，也没办法策马奔腾，但是可以在马匹上面喊着驾驾，跟着呆萌的冰岛马一起走走，真的很 chill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没有骑马的经验，那非常的建议你可以来这边体验看看，而且教练的拍照技术还不错。结束了冰岛马的骑行之后，终于来到了首都雷克雅维克市，沿着岸边前往今晚下榻的饭店。一出饭店就看到北极熊大战海鸥 Puffin， 不知道他们现在还好吗？来不及劝架了，因为太阳快要下山了，赶快徒步来看看夕阳相伴的哈帕音乐厅。之前还想着，要是这些玻璃帷幕都可以用黑利欧的玻璃，年底我应该可以升级一下摄影装备。继续跟着大部队前进，穿过音乐厅，寻找面向夕阳的角度。仔细看的话，有没有像前几天在黑沙滩上看到的柱状玄武岩？夕阳下开启照明之后，又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感觉。今天的晚餐来到了有钢琴师驻店的餐厅用餐。今晚的汤是龙虾汤，冬天竟然有龙虾，也是让我蛮意外的。主餐的肉肉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好吃。更让我惊艳的是，终于吃到没有那么甜的甜点——番茄冰淇淋。想请问一下，影片前面的你是工程师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跟你说个必须来朝圣的好地方。从饭店出发会经过羊肉热狗堡，在彩虹的尽头就是要跟你分享的教堂。在雷克雅维克市里面，除了哈帕音乐厅以外，还有一座外形很特别的哈尔格里姆教堂。它的外观就像常态分布一样，希望每次实验数据都是常态分布，地费都可以顺利解决。这一趴我们从钻石沙滩与冰河湖开始，一直到赫芬天空之境，然后折返回雷克雅维克市，体验了冰岛马的骑行，欣赏了玄武岩外观的哈帕音乐厅。那么影片前面的你最喜欢哪个部分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哦。如果要在冰岛自驾，建议你一定要规划好开车跟休息的时间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，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。除此之外，冰岛的环岛公路不像台湾一样可以到处临停，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停好车，再来好好的享受美景。没有什么事情是比你的安全更重要的。在享受美景之余，也请做一个合格的旅人哦。下一集我们要去龙岩瀑布、教会山以及满天飞舞的极光。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还不错，再麻烦您按赞分享，要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下一支影片哦。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。好年到4岁，没有说分，我说你，